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玄武门之变的原罪。当我们翻开中国历史的长卷，提起千古一帝，绝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名字，恐怕都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开创了万邦来朝的贞观之治，被周边各族尊奉为天可汗。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历史上，他几乎被塑造成了一个完美的古代君王模板，英明、神武、纳谏、仁爱。然而，在这座耀眼的历史丰碑之下，却隐藏着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痕。这道裂痕就是公元626年7月2日，也就是唐朝武德9年6月初4的那场流血政变，史称玄武门之变。这场政变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权力交接事件之一，更是李世民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沉重原罪。在这个充满肃杀之气的清晨，他亲手射杀了自己的亲哥哥，也就是当时的太子李建成。他的心腹大将尉迟敬德则杀死了他的亲弟弟齐王李元吉。紧接着，满身血污的将军们带着明晃晃的武器冲进皇宫，逼迫他们的父亲唐高祖李渊交出帝国的最高权力。弑兄、杀弟、逼父，在中国古代以孝悌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政治体系中，这是十恶不赦的重罪，是对政治合法性的彻底毁灭。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核心主题：一个在权力来路上充满了血腥与违法的皇帝，为什么能够开创出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盛世？李世民的后半生究竟是如何用尽一切手段去填补这个由玄武门之变撕开的合法性黑洞的？其实，读懂了李世民的这种合法性焦虑，我们才能真正读懂贞观之治的底层逻辑。今天，我们就来深度还原一个去除了神性光环，在权力的原罪与道德的煎熬中挣扎、奋发，最终成就伟业的真实的唐太宗。要理解李世民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焦虑，我们首先必须回到大唐建国初期的历史现场，去看看真正的李建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玄武门之变到底有多么残酷。在经过唐太宗时期官方精心修改的正史，比如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某些部分中，李建成被刻意描绘成一个贪淫好色、嫉贤妒能的庸才，甚至是一个残暴不仁的恶棍。史书告诉我们，是李建成和李元吉联手迫害功高震天的秦王李世民，甚至在酒里下毒，想毒死他。李世民在被逼迫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才含泪进行了自卫反击。但这并非历史的全部真相。随着近代以来敦煌文献的发现，以及对大量初唐墓志铭等出土文物的考证，现代史学界早已达成共识，真实的李建成绝非等闲之辈，他不仅不是庸才，反而是一位极其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是大唐帝国的奠基人之一。在李渊太原起兵的初期，李建成负责在河东地区秘密招募人才，倾听民意，为起兵做好了极其关键的组织和后勤准备。唐朝建立后，李世民确实在外征战，打下了半壁江山，但李建成绝不是在长安城里坐享其成。他不仅协助父亲李渊处理繁重的国家政务，展现了出色的治国理政能力，保障了前线的粮草供应，而且在平定刘黑闼等割据势力的关键战争中，李建成亲自挂帅出征，立下了赫赫战功，成功稳定了山东等广大地区的局势。从宗法制度上来说，李渊立嫡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继承法。从个人能力和对国家的实际贡献来看，李建成也完全担得起这个储君之位。李世民之所以最终选择发动政变，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李建成想要害死他，而是在于李世民手中庞大的天策府军事集团与太子集团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权力冲突。到了武德晚期，李世民的军功实在太大，他已经被封为史无前例的天策上将，特许开府治世，拥有自己独立的文臣武将班底，其权力甚至凌驾于所有的亲王之上，在长安城外形成了一个实质上的国中之国。对于即将接班的太子李建成和坐在皇位上的皇帝李渊来说，秦王集团已经成为了威胁中央集权的巨大隐患。削夺李世民的兵权，将其集团边缘化，是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央政权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都会去做的必然选择。
面对即将失去权力和地位的致命危机，一直习惯于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李世民，最终选择了最极端的手段。武德9年6月初4的玄武门之变，绝对不是一场仓促应战的自卫，而是一场经过长期精密策划、极其冷酷无情的军事政变。李世民暗中买通了玄武门的守将长河，将自己最精锐的伏兵提前布置在皇帝寝宫和朝堂的必经之路上。当李建成和李元吉毫无防备地骑马进入玄武门后，等待他们的是冰冷的箭矢和无情的杀戮。李世民亲自引弓搭箭，一箭射穿了自己亲哥哥李建成的喉咙，李建成当场毙命。随后，尉迟敬德纵马赶上，用长矛刺死了齐王李元吉。然而，权力的交接从来不会以1-2个人的死亡而结束，杀戮并没有在玄武门停止。为了彻底斩草除根，消除未来的政治隐患，李世民的军队迅速包围了东宫和齐王府，将李建成的5个儿子和李元吉的5个儿子全部集中处死。这10个无辜的侄子中，有的人已经成年，而有的甚至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史书上留下的是冰冷而血腥的8个字：斩草除根，同族皆诛。这种对峙亲下手的狠毒，彻底暴露了权力斗争的残暴本质。清理完兄弟和侄子后，政变的最后一步，也是最惊心动魄的一步，落在了唐高祖李渊的身上。当时，李渊正在皇宫内的海池上泛舟，对外面发生的惊天巨变一无所知。尉迟敬德身披重甲，手握还在滴血的长矛，没有经过任何通报，直接闯入皇帝的御驾之前。这哪里是臣子向君王请示，这分明是赤裸裸的武力胁迫。李渊看着眼前杀气腾腾的武将，听闻2个儿子已经被杀的噩耗，内心必然是经历了极度的震惊与悲痛。但他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看着周围已经被秦王兵马全面接管的皇宫，明白大势已去。为了保住大唐的基业，也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李渊只能无奈地交出兵权，下达了让李世民全权处理国家政务的诏书。短短2个月后，李渊正式宣布退位，将皇位禅让给李世民，自己成了形同被软禁的大唐太上皇。这场政变的残酷程度，哪怕是在权力斗争向来血腥的古代中国，也是极其罕见和令人发指的。李世民夺取皇位的过程，可以说是踏碎了当时社会所有人伦道德的底线。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天子受命于天，皇位应该通过合法的嫡长子继承制或者和平的禅让来传递。如果是开国皇帝，可以通过推翻前朝暴政来获取统治的合法性。但李世民这2者都不是，他的政权是从亲生父亲手里强行抢来的，他的顺位是从亲兄弟和亲侄子的尸骨上踏过去的。这个充满血腥的开局，让他背负了巨大的政治包袱。天下的士大夫会怎么看他？朝堂上的百官会怎么看他？民间的百姓会怎么看他？这就是他一生都必须面对的合法性原罪，一个巨大的政治黑洞。政变确实成功了，至高无上的皇位也确实到手了，但这仅仅是李世民危机的开始。他登基之初的局面，绝非后世想象的那般太平盛世，而是可以用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来形容。首先是内部的质疑与动荡。虽然长安城的流血被暂时制止了，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在地方上经营多年，拥有大量的旧部和支持者。玄武门之变的消息传出后，地方上人心惶惶。比如幽州都督庐江王李渊，就因为害怕遭到李世民的清洗而起兵造反。虽然这些叛乱很快被镇压，但它折射出的是更深层的人心向背问题。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极其讲究名正言顺，李世民的行为严重违背了三纲五常。那些忠于正统的士人和地方实力派，对这位双手沾满亲人鲜血的新君，内心充满了不信任、恐惧，甚至鄙夷。李世民非常清楚，自己现在坐在火山口上，仅仅依靠天策府的武力可以威慑一时，但绝对无法统治长久。如果不能尽快安抚人心，证明自己比李建成更适合当大唐的皇帝，这个刚刚建立不久的帝国随时可能分崩离析。其次是外部的致命威胁，这也是给了李世民当头一棒的重大危机。玄武门之变的内乱
给了一直在北方草原虎视眈眈的突厥帝国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就在李世民登基仅20几天后，东突厥的最高统治者颉利可汗趁着大唐政权交替、人心不稳之际，率领10余万精锐骑兵倾巢而出，一路南下。突厥铁骑势如破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就直接逼近了长安城外的渭水便桥。当时的长安城因为此前抽调兵力平叛，精锐兵力极度空虚，守军加起来只有几万人。朝野上下震恐万分，很多人认为大唐要亡国了，有人甚至建议李世民赶紧放弃长安，迁都避难。在这个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李世民展现出了他作为一代雄主惊人的胆识、心理素质和政治手腕。他深知此时绝对不能示弱，一旦迁都或者表现出怯懦，大唐的防线就会全线崩溃。他没有退缩，而是带着高士廉、房玄龄等6个亲信，不带大部队，单刀赴会般的亲自来到渭水河畔，与对岸的颉利可汗隔河对话。由于唐军的主力确实尚未集结完毕，硬拼必死无疑，李世民不得不采取了移兵之计，命令后续部队在城后虚张声势，扬起漫天尘土。同时，为了暂时稳住突厥人，他做出了一个极其屈辱的决定，将国库中的金银财宝倾囊而出，用来贿赂突厥贵族，最终与颉利可汗在渭水桥上杀败马利蒙，以极其高昂的经济代价换取了突厥的退兵。这段历史史称渭水之盟。在后来的正史记载和官方宣传中，渭水之盟被包装成李世民临危不乱、英勇退敌、兵不血刃保全京城的光辉事迹。但对于心高气傲、戎马一生的李世民来说，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城下之盟，是丧权辱国的巨大耻辱。他刚刚通过流血政变篡位夺权，向天下人宣告自己是最强的领导者，结果刚坐上龙椅不到1个月，就遭遇了外敌兵临城下，甚至要靠破财免灾才能保住皇位的奇耻大辱。这在极大程度上加重了他的合法性危机。当时的老百姓和百官心里难免会嘀咕，你费尽心机，丧尽天良，杀了亲兄弟夺来的皇位，难道就是为了给突厥人纳贡的吗？老天爷是不是在惩罚你的不义之举？你连国家的首都都守不住，还有什么资格做天下的共主？合法性黑洞在这一刻放大到了极致，李世民被逼到了悬崖的边缘。他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最大的成就来证明天命确实在他身上。他需要向全天下所有人证明一个逻辑：尽管我夺取权力的手段是不合法的，是不道德的，但我运用权力的方式和产生的结果将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我虽然是个坏兄弟、坏儿子，但我是一个好皇帝。这就是后来所谓的贞观之治诞生的最核心内驱力。可以说，没有玄武门的原罪和渭水之盟的耻辱，就不会有后来的贞观盛世。李世民是用一种近乎受虐的自我要求去疯狂地刷政绩，以此来平息内心的恐惧，堵住天下的悠悠之口。那么，面对这个巨大的黑洞，李世民的具体操作是什么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走上神坛的呢？他的第一步棋，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打造一个完美的儒家圣王形象。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语境中，圣王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够虚心纳谏，从善如流，能够包容不同的声音。李世民决定要把自己塑造成中国历史上最能听取意见、心胸最宽广的皇帝。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政治史上最奇特，也最被后人津津乐道的一对君臣组合——唐太宗与魏征。众所周知，魏征是贞观时期最著名的直臣。他性格刚烈，经常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李世民对得下不来台，甚至常常让李世民气得想杀人。但很多人忽略了魏征当时一个极其敏感和重要的身份，他曾经是太子李建成的心腹谋士，是李世民不折不扣的死对头。在玄武门之变前，魏征曾经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多次劝说李建成早日对李世民下手。可惜李建成顾及兄弟之情，或者说不够果断，没有听从。政变发生后，李建成一党被清洗，魏征被抓到了李世民的面前。李世民厉声质问他：“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图谋害我？”当时的场面极其凶险，刀斧手就在旁边，
只要魏征稍有软弱或者求饶，立刻就会人头落地。但魏征却表现出了极大的骨气，他不卑不亢地回答：如果先太子当年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杀身之祸了。各为其主，我尽了我的本分，没什么可后悔的。这个硬气的回答彻底震动了李世民。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李世民不仅没有杀魏征，反而当场赦免了他，并且封他为官，后来更是极其重用他，让他参与国家最高级别的机密决策。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绝对不仅仅是因为他天生胸襟宽广，或者欣赏魏征的才华，这是李世民走的一步极为精妙且收益巨大的政治大棋。启用并且高度容忍魏征，为李世民带来了3个不可估量的政治收益。第一，魏征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是山东氏族集团的代表，更是李建成庞大旧部势力的核心人物。重用魏征，就是向全天下所有曾经反对过自己、曾经站在李建成阵营的人释放一个最强烈的信号：只要你们肯放下武器，全心全意为我效力，我李世民绝不计较过去的恩怨。这比发100道安民告示都管用，瞬间安抚了天下动荡的人心。第二，魏征的存在就是李世民为自己精心打造的一面绝佳的政治橱窗。试想一下，一个曾经千方百计要置自己于死地的政敌，现在居然能在朝堂上公然指责皇帝的过失，而皇帝不仅不生气，还虚心接受，甚至经常赏赐他。全天下的老百姓和士大夫看到这一幕，还有谁敢说当今皇帝不是一位宽宏大量、超越3代明君的圣主？魏征每一次严厉的批评，表面上是在折损皇帝的面子，实际上都在不断增厚李世民的合法性资产。第三，通过容忍魏征的进谏，并且在朝堂上大力倡导纳谏的文化，李世民成功地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转移了。人们不再去窃窃私语他当年是如何在玄武门杀人越货的，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他现在是如何虚怀若谷、如何勤政爱民的当好一个皇帝上。在整个贞观时期，李世民几乎是在刻意地，甚至有些痛苦地表演纳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有一次李世民在后宫得到了一只极其珍贵的药鹰，他非常喜欢，正把它架在手臂上把玩。这时远远看到魏征一脸严肃地走了过来，李世民做贼心虚，害怕魏征当面责备他玩物丧志、不理朝政，赶紧把药鹰藏到了自己宽大的怀里。魏征其实远远的已经看到了，但他故意假装不知道，走上前去，开始向李世民长篇大论地汇报政务，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李世民为了保持自己愿意听取臣子汇报的圣君形象，不敢打断魏征，只能硬生生地站在那里听着，任凭怀里的药鹰在挣扎。等魏征终于汇报完毕，转身离开后，李世民急忙把药鹰掏出来一看，这只名贵的飞禽竟然已经被活活憋死在怀里了。这个故事在后世的史书和民间传说中被传为美谈，用来歌颂唐太宗的从善如流。但如果我们扒开温情脉脉的面纱，仔细想想，作为一个手握生杀大权，刚刚在千军万马中杀出血路，甚至亲手射死哥哥的开国帝王，李世民真的在生理和心理上怕魏征这样一个文弱书生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真正怕的是历史的评价，他怕的是那个时刻萦绕在他心头的被称为合法性的幽灵。他用近乎残酷的自我克制，压抑着自己作为武将的暴烈脾气，强迫自己去倾听那些极其刺耳的逆耳之言。他甚至在公开场合多次引用荀子的话，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深刻道理，用来提醒自己和群臣时刻保持对权力和民众的敬畏。这种对执政合法性的极度渴求和严重的不安全感，最终造就了贞观时期极其清明的政治风气和高效的行政效率。然而，仅仅依靠政治上的怀柔、宽容和文治是不够的。作为一个靠马上打天下，在军营中长大的君王，李世民比任何人都深知，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强大的武功才是证明天命归属的最强有力的证据。他必须洗刷渭水之盟的巨大耻辱，必须用一场酣畅淋漓的伟大胜利，向天下人证明，大唐的江山由我李世民来做，不仅能海晏河清，更能扬威万里，我才是这片土地唯一合法的保护者。从渭水之盟退兵的那一天起，
李世民就开始了卧薪尝胆的军事准备。他深知君子报仇10年不晚的道理，在内政上，他大力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积蓄国家的经济实力。而在军事上，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不顾群臣关于皇帝安危的反复劝阻，坚持在皇宫显德殿的广场上亲自操练军队。他把最精锐的府兵集中起来，亲自考核他们的骑射技术，表现好的立刻重赏。在皇帝的亲自督导下，唐军的战斗力急剧飙升，被打造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具纪律性的战争机器。复仇的机会终于在贞观3年，也就是公元629年的冬天到来了。当时一直不可一世的东突厥遭遇了草原上罕见的100年暴风雪，也就是白灾，牛羊大面积冻死，经济陷入崩溃。更致命的是，突厥内部的各部族之间也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和内讧。李世民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战机，果断下令出击。他任命大唐第一战神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统帅10万大军，分6路大军在漫天风雪中北伐突厥。这场战争不仅是复仇之战，更是李世民的立威之战。唐军打得极其漂亮，李靖展现出了神鬼莫测的军事指挥艺术。唐军长途奔袭，在定襄大败突厥军主力。随后，在协力可汗以为唐军会因为严寒而停止追击的时候，李靖带着1万精锐骑兵，冒着常人难以忍受的暴风雪，进行了疯狂的夜袭阴山之战，一举捣毁了突厥的王帐，彻底摧毁了东突厥最后的抵抗意志。协力可汗，这个当年在渭水河畔耀武扬威，逼迫大唐皇帝纳贡的草原霸主，仓皇逃窜，最终被唐军俘获，沦为大唐的阶下囚，被披枷带锁押解到了长安城。当东突厥彻底覆灭，协力可汗被生擒的捷报传到长安时，整个帝国沸腾了。太上皇李渊听到这个消息后，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立刻把皇帝李世民以及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全部召集到凌烟阁，举行盛大的庆祝酒宴。喝到最高兴、最动情的时候，曾经高高在上的太上皇李渊亲自拿起琵琶弹奏起来，而作为天下共主的唐太宗李世民则起身伴随着父亲的琴声跳起了欢快的胡旋舞。这一刻，或许是这对父子在经历了玄武门之变的血海深仇之后极其罕见，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温情与和解瞬间。对于李世民来说，消灭东突厥不仅彻底洗刷了渭水之盟的奇耻大辱，让帝国北疆获得了长久的和平，更是向退位的父亲，向全天下的臣民交出了一份无可辩驳的历史答卷。看吧，你当年在位时没有做到的事情，我做到了。那些曾经质疑我的人，看吧，大唐的江山在我手里，比在任何人手里都要强大100倍。击败东突厥后，大唐的声威震动了整个亚洲大陆。西域各国的军长以及北方各个少数民族的首领齐聚长安，经过隆重的仪式，共同尊奉李世民为天可汗。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时刻，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天可汗不仅是一个好听的荣誉称号，他在政治法理上标志着李世民成为了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共同的最高政治领袖。大唐帝国在这一刻突破了传统中原王朝的地理和民族局限，真正走向了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世界性大帝国。伴随着随后吐谷浑、高昌、薛延陀等周边势力的相继臣服或被消灭，唐朝的疆域空前辽阔。每一次开疆拓土，每一次万邦来朝，都在无形中为李世民的统治合法性增加了极其厚重的筹码。天下的万民沉浸在大国崛起的强烈自豪感之中，玄武门兵变留下的血迹，在天可汗的万丈光芒下，渐渐被人们选择性地遗忘了。然而，人性的欲望和恐惧是无穷无尽的。无论是文治上的虚心纳谏，还是武功上的赫赫威名，都无法彻底抚平李世民内心深处对历史审判的终极焦虑。他不仅要控制自己生前的现实帝国，他还要试图去控制自己死后的历史记忆。因为玄武门之变的真相确确实实就摆在那里，起居注里的记录是冰冷的客观存在。
如果不加修饰的让后人看到这段真实的历史，无论他建立多大的功业，他在伦理道德上依然会背负千古骂名，这对于极度爱惜羽毛的李世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于是李世民做出了中国历史上一件史无前例也极具争议，甚至可以说是破坏了政治规矩的事情，以皇帝之尊强行干预并指导国家政事的编纂。在中国古代，史官一直拥有极高的独立性和神圣的权威性，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是史官的最高职业道德底线，哪怕面临杀头的危险也不妥协。皇帝每天的言行举止由起居注史官详细记录，而历朝历代有一个不成文的铁律，皇帝本人是绝对不允许观看自己当朝的起居注和实录的。这样做就是为了避免皇帝利用强权干预历史的真实性，保证史官能够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记录真相。但李世民为了彻底洗白自己，打破了这个规矩。贞观13年，李世民多次向当时的宰相，也是负责修史的最高长官房玄龄提出，要求观看官方编纂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房玄龄一开始坚决拒绝，引经据典地表示这不合乎祖宗规矩，会破坏史官的独立性。但李世民不依不饶，他给出的理由表面上非常冠冕堂皇，我看实录绝对不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而是想看看自己以前在施政上犯了什么错，以便将来能够改正，作为后世的警惕。在皇帝一而再再而三的强大政治施压下，再加上褚遂良等大臣的附和，房玄龄最终妥协了，将经过初步整理的实录呈交给了李世民审查。当李世民翻阅实录，看到其中关于武德9年6月初4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时，发现史官因为害怕触怒皇帝，写的语焉不详，含糊其辞。李世民对此极度不满意，他当即对史官做出了明确的指示。他说：西周公朱管蔡而周氏安，既有镇叔牙而鲁国宁。我的所作所为和周公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国家大义和天下苍生，你们为什么不敢直抒其事呢？赶紧把这段历史详细的写下来，消去那些虚饰的词语，直接写明真相。表面上看，李世民是在要求史官不要隐瞒，要真实客观，但实际上只要稍具政治敏感度的人都能看出，这是皇帝在亲自给历史定调子。他把玄武门之变定性为了大义灭亲，是类似于古代圣贤周公诛杀叛乱兄弟的正义之举。在皇帝的这种直接干预和赤裸裸的政治暗示下，唐朝的史官们心领神会，开始对武德年间的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删改和重构。在修改后的官方史书中，历史的面貌发生了彻底的翻转。大唐开国皇帝李渊被塑造成了一个优柔寡断，甚至有些懦弱平庸的领导者，他在太原起兵的几乎所有首谋之功、关键的军事决策以及统帅三军的功劳，全都被不遗余力地安到了李世民的头上。在史书的叙事中，似乎没有李世民的苦苦劝说和武力逼迫，李渊连起兵造反的胆量都没有。而太子李建成更是被贬低的一无是处，他曾经在建国过程中的军功和政治贡献被系统性的抹杀或者淡化，他的性格被刻画成阴险毒辣、荒淫无耻，每天都在图谋杀害无辜的秦王。整个大唐艰苦卓绝的建国史被史官们精心改写，成了李世民一个人天命所归的英雄史诗。李世民试图用这种强行修改历史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合法性危机。既然大唐的天下几乎全是我李世民一个人打下来的，天下原本就应该属于我，那么我因为自卫而除掉无能阴险的哥哥，甚至因为父亲不能明辨是非而逼迫他退位，这就是为了天下苍生做出的理所当然的选择。通过在朝廷内设置专门的史馆，将修史权收归中央垄断，李世民成功地在正史中为自己完成了彻底的政治洗白。虽然今天的历史学家能够通过各种出土文献和零星的蛛丝马迹还原出部分被掩盖的真相，但在长达1000多年的古代历史中，李世民所塑造的这套历史叙事一直被当成不可动摇的绝对真理。他对历史叙事权力的完美控制，是他填补合法性黑洞的最后一块，也是最为关键和彻底的一块拼图。随着历史被成功改写，大唐的国力在贞观时期达到了鼎盛的巅峰，李世民的个人声望也如日中天。从理性的角度来看，
他似乎已经用无与伦比的伟业和对历史的操控，完美地填补了那个曾经吞噬一切的合法性黑洞。他应该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龙椅上，享受一位伟大帝王受人敬仰的晚年了。然而，命运或者说历史的规律，却在这时给他开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玩笑，让他重新跌入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这个残酷的玩笑出在他的亲生儿子们身上。事实证明，玄武门之变的阴影和罪恶并没有因为李世民后来的丰功伟绩而消散，它反而像一种可怕的根植于血脉中的诅咒，在他的子孙后代中以更为惨烈的方式不断重演。李世民登基后，立刻册立嫡长子李承乾为太子，这也表明他内心其实是认同嫡长子继承制的。李承乾早年也非常聪明伶俐，处事稳重，深受李世民的喜爱和寄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系列的变故发生了。李承乾不仅患上了严重的足疾，导致行动跛脚，心里产生了极大的自卑，而且性格开始变得乖张暴戾，甚至沉迷于突厥的习俗，抗拒儒家文化的教育。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李世民在这个关键时刻犯了和他父亲李渊当年一模一样的致命错误。李世民非常宠爱才华横溢、喜欢文学的四子魏王李泰，他给予李泰的各种赏赐和政治待遇，竟然逐渐超过了东宫的太子李承乾。李世民不仅允许李泰在府邸设立文学馆，招揽天下名士，这和当年李世民自己开天策府招揽人才的举动何其相似，而且任由李泰在朝堂上结党营私，声势日益浩大。这种极度不平衡的政治信号，让身为太子的李承乾感到了巨大的生存恐惧。对于李承乾来说，历史的剧本仿佛在眼前清晰地重演，自己仿佛成了当年面临被废危机的李建成，而那个深受皇帝宠爱、野心勃勃的弟弟李泰，仿佛就是当年那个咄咄逼人、手握重权的李世民。在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李承乾彻底失去了理智。他不仅派刺客去暗杀亲弟弟李泰，甚至在贞观17年暗中联络了对朝廷心怀不满的开国大将侯君集等人，企图发动武装政变，直接起兵逼宫，推翻自己的父亲李世民。这就叫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当年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兵变，用武力逼迫父亲李渊退位，如今几十年过去，他最寄予厚望的亲生儿子也要用完全相同的暴力手段来对付他。这无疑是对李世民一生拼命粉饰的合法性最大的嘲讽。太子政变的阴谋最终因为内部泄密而败露，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侯君集等一干重臣被满门抄斩。这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对李世民的心理打击是毁灭性的。他一生都在极力向天下人证明玄武门之便是正义的，是被逼无奈的偶然事件，但他绝望地发现，他的亲身示范实际上给他的所有后代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只要掌握了军队，只要拥有武力，就可以无视一切父子君臣的伦理纲常，去残杀骨肉，夺取最高权力。原罪的种子一旦种下，结出的必将是血腥的果实。在痛苦地处理完李承乾案后，年迈的李世民面临着重新确立储君的棘手难题。此时，原本就野心勃勃的魏王李泰认为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为了争夺太子之位，打消父亲对于将来兄弟相残的顾虑，李泰居然当面向李世民做出了一个极其惊悚的承诺。他说，如果父亲立我为太子，将来我当了皇帝，在我100年临死之前，我一定会亲手把自己的儿子杀掉，然后把皇位传给我的亲弟弟晋王李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杀子传弟事件。李世民由于刚刚经历了儿子谋反的剧痛，心理防线极其脆弱，一开始居然被这种极其虚伪、完全违背人伦常理的表态给感动了，甚至真的打算立李泰为太子。但幸好老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看穿了李泰残忍的真面目，他们坚决反对。更重要的是，李世民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清醒过来了。他以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和对权力的残酷认知，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如果立野心勃勃且党羽众多的李泰为太子，那么将来李泰一旦登基，为了消除威胁，废太子李承乾和软弱的晋王李治一定死无葬身之地。
为了避免自己的儿子们再次上演当年玄武门互相残杀的悲剧，为了保全所有儿子的性命，李世民最终做出了一个充满无奈和妥协的决定，放弃那个才华横溢、性格最像自己的魏王李泰，转而选择性格人弱、毫无政治野心，也没有什么班底的晋王李治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据史书记载，当李世民在两仪殿向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核心重臣宣布要立李治为太子的时候，这位曾经在千军万马的战场上横扫千军，在朝堂上挥斥方遒的千古一帝，竟然情绪完全失控。他拔出随身的佩刀，试图在朝堂上当众自杀，被褚遂良等人死死抱住夺下刀。他倒在大臣的怀里，痛哭流涕地哭诉道：“我的亲生儿子们为了皇位互相残杀，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当我们在千年之后读到史书上的这一段记录时，一种强烈的悲凉感扑面而来。在这一刻，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那个光芒万丈、高高在上的天可汗，也不再是那个开创了贞观之治的伟大君王，而是一个被权力的原罪折磨到精神崩溃的可怜可悲的老父亲。他穷尽了一生的精力，用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创造了震古烁今的伟业，填补了政治上的合法性黑洞。但他却发现自己永远无法填补道德和人性上的黑洞。武德9年那个清晨，在玄武门流淌的兄弟之血，最终还是无情地染红了他晚年的岁月，摧毁了他最后的亲情。贞观23年，公元649年，一代雄主唐太宗李世民在翠微宫驾崩，终年52岁。回望他的一生，可谓是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但也充满了极致的撕裂与矛盾。玄武门之变毫无疑问是李世民一生中永远无法洗刷的最大污点，是他不可饶恕的原罪。为了夺取皇权，他无情地践踏了人世间最基本的伦理底线。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他在政变夺权后表现平庸，或者像后来的很多篡位者一样横征暴敛，他绝对会被毫不留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和隋炀帝杨广一样被万世唾骂的暴君。但历史的迷人之处，恰恰就在于它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正是因为背负着这个常人难以忍受的沉重原罪，李世民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更渴望得到历史的认可和百姓的拥戴。合法性的极度缺失，在李世民的身上奇迹般地转化为了他治国理政、自我鞭策的强大内驱力。因为恐惧，他如履薄冰，克己复礼，广开言路，体恤百姓的疾苦。因为需要证明自己，他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击破强敌突厥，威震四海八荒。他是在用极其耀眼的文治武功，强行向历史索要了一份合法性的认证书。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李世民的伟大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伟大。他比谁都深知自己无法改变过去的冷酷所为，所以他只能拼尽全力，用一个无比辉煌、无可挑剔的未来去覆盖它。贞观之治，与其说是儒家政治理想的伟大胜利，不如说是一个背负着深重罪恶感的帝王，为了完成个人的自我救赎，在焦虑和恐惧的鞭策下，阴差阳错地为整个中华民族创造的一个历史奇迹。李世民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个版图辽阔的强大帝国和一段被千古传颂的盛世记忆，更是一个关于权力和人性的极为深刻的预言。权力确实可以强行改变历史的纸面记录，权力也确实可以创造出繁华似锦的盛世，但权力却永远无法抹去一个人良知深处的拷问，也无法阻止权力法则对后代的反噬。哪怕是像唐太宗这样才华绝代、被后人无限拔高的千古一帝，最终也只能在权力的辉煌与人性的痛苦的交织中，孤独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唐太宗李世民和玄武门之变背后合法性危机的全部内容深度解析。历史的迷雾虽然厚重，但当我们拨开表面的神圣，往往能看到最真实的人性挣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觉得有所收获，欢迎把这段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